在所有国家的海军当中呢，潜艇无疑是一款非常重要的装备。那么一旦潜艇出现故障趴窝了，该怎么办呢？这时候就要请海上搬运工半潜船来出马了。由于这种装备的平台非常大，因此一些个别型号甚至还能托运10万吨级的航母。那么半潜船到底是什么类型的舰船？它有哪些功能？今天大兵来和各位聊一聊什么是半潜船，它除了运输还有哪些军事用途。半潜船是一种装载甲板，可以浮出水面也可以沉入水下的大型特种海运船舶。但是与潜艇不同，它不能完全的潜入水中，只能做到甲板近于海面以下，仍有部分船体或者结构外露在海面上。而它正是借助这种沉浮功能，使其可以轻松地装卸和运载海上钻井平台、潜艇、驱逐舰、航母等大型设备。从一定程度上讲呢，绝大多数装备的诞生基本都是填补需求空白的结果。半潜船的问世呢，也不例外。它的诞生最早是用于民用领域。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各国运输产生故障的大型舰船基本都是采用其他舰船拖带的方式。虽然这一方法比较原始，但是好在简单易用，成本也比较低。之后，海运货物的种类开始发生变化。货船需要运输的货物重量、体积、高度远超之前，重心高、稳定性差等因素呢，导致货船拖带它们变得困难，稍不注意就会发生事故。因此，海运行业急需一款能够运送超大型货物的船只，从而保证海运的安全性、稳定性，并以此来降低运输成本。1979年，世界上首艘半潜船“超级雇佣者1号”诞生在日本住友重工的船坞中。它凭借着奇特的外形、硕大的船体以及惊人的运载量，一经问世就受到多方关注。之后，一些国家纷纷效仿，开始着重研发自己的半潜船。而半潜船呢，之所以受到各国青睐，归根结底还是来自它运用浮力定律形成的强大装卸能力。外观上看，半潜船的特征非常明显，船首和船尾高凸，中间低凹平坦的甲板是载货区。这种构型呢，一定程度上能帮助船体在海面上保持稳定和平衡，使装载甲板在潜入水中时，船首和船尾仍能保持在水面上，更好地完成指挥调度与装卸任务。那么半潜船是如何实现自如沉浮的呢？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它内部设计有占空间很大的压载水舱，可以对压载水进行调整。需要下潜时，操作人员会将水注入压载水舱，这时半潜船的甲板会进入水下，然后再将需要装运的货物拖曳到已经潜入水下的装载甲板上方。而当半潜船要上浮时呢，则启动排水装置，通过调载泵或者空气压缩机等设备，将半潜船内的压载水排出，使船身连同甲板上的承载货物一起浮出水面，然后绑扎固定。这种特殊的设计使其与传统的拖船相比，在装卸便利程度以及运输能力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。比如，它一般不需要将特大的货物拆分装卸，对货物的高度不敏感，而且油舱大，续航时间长，尤其是在装载货物时，由于沉浸在水中的船体比浮在水上的船体要大很多，不容易受到海浪影响，能够保持很好的稳定性，因此它也有海上平板车之称。再加上由于半潜方式在水中航行，重心低、浮心高、位置变化小，甲板与水面相差不远，所以它抗击大风大浪的能力也很强。既可以通过浮沉船体来装载运送超大型货物，又能借助码头设施装载滚装、滑装、吊装等多种方式装卸货物。虽然目前的半潜船航速不高，最多也只有每小时25到29公里，但是航速慢带来的优势就是航程远，运载大吨位物体稳定，而这些优点也促使各国开始将半潜船用于军事领域。由于运力惊人，不少国家希望自己能拥有半潜船，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呢，目前能够研制和并拥有该类型舰船的国家并不多，其中包括荷兰、挪威、韩国、美国等在内，而各国建造和装备的半潜船总数也只有数十艘。这是因为
尽管半潜船运力惊人，却只适合部分海洋国家装备。还有另一方面，则是半潜船船体巨大，对研制技术和工艺要求比较高，研发所需的资金以及后续的系统升级、维护保养等问题，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，一般国家很难承受。不过其中也有一些个例，例如荷兰、韩国。虽然国土面积不大，但是由于地理位置比较特殊，同时国内有长期的依赖海上运输，所以他们的半潜船产业对比一些强国还是要先进不少。其中荷兰的蓝色马林鱼号半潜船长度达217米，宽63.1米，载重量高达7.6万吨，在2013年之前曾是世界上体量最大的运输船。韩国的博卡先锋号半潜船长度达到275米，宽70米，载重量高达11.61万吨。从2013年投入使用后仍是至今同类型运输船中体积最大的。由此可见，我们可以发现半潜船体量之大。当然了，半潜船研制方面的难度不仅来自船体巨大，由于它兼具插装船、浮船、近海供应船等功能特点，所以在驱动系统和下潜定位控制系统方面也有特别的要求，所以研发难度大。而这些技术以及资金方面的门槛，使得半潜船始终是难以被更多国家拥有，也使得对其使用主体的定位大多为军民两用。例如一些舰船生产国在向购买国交付军舰和潜艇，以及一些大型舰船受到重创而无法自行返航的时候，往往会借力半潜船。2000年10月，美国海军科尔号导弹驱逐舰在也门遭受自杀小艇袭击，舰体被炸出一个大洞，严重受损。于是美军便向荷兰租借了蓝色马林鱼号半潜船，将这艘重8000多吨的军舰运回美国修理。2009年6月，美军又一次租用了蓝色马林鱼号，将高度约90米、重3万吨的海基 X 波段雷达 SXB-1 运送到夏威夷进行反导测试。而蓝色马林鱼号最大的骄傲当属2014年将澳大利亚2.75万吨级的堪培拉号2栖攻击舰从西班牙运回。此外，他还参加过俄海军671型维克托3级核潜艇的运送工作。从理论上讲半潜船参军有着天然的优势。一方面，和大多数水面舰艇相比，半潜船需要时可以部分沉浸在水中，外露体积减小。此时，它能有效降低雷达反射面积，减弱红外特征，消除一定噪音，同时降低对手水面舰艇所发射反舰导弹的命中率。另一方面根据水动力学原理，半潜状态有助于消除星波阻力，还能保持近似水面舰艇的态势感知能力。同时，在一些浅水海区，它还可以浮到水面，增加通过率。鉴于此，一些国家便开始大力挖掘半潜船的军用功效。其中发展比较成熟的是美军2013年列装的蒙特福特角号机动登陆平台舰，也叫远征移动基地舰。那么美军这一款基于半潜船开发的装备有什么独特性能呢？在上世纪90年代，美军在世界各地的前沿基地数量不断缩减，迫切需要一种能够为预制船队和港岸之间提供货物中转的平台，从而摆脱运输舰船对地区盟国和港岸设施的依赖。在2009年2月，名为 MLP 机动登陆平台舰的新项目正式启动。首舰蒙特福特角号2012年正式开工，2014年5月正式交付美国海军，舷号TESD-1。第二艘约翰格伦号在2014年交付，舷号 TESD-2。由于第三艘刘易斯 B 普勒号采用双层甲板设计，所以它被称为 ESB 远征移动基地舰。2015年6月交付美海军，舷号 TESB-3。2017年7月前往中东地区进行首次作战部署。目前美军的 MLP 机动登陆平台舰和 ESB 远征移动基地舰共有5艘在役。从时间线来看，美军此类装备的发展时间并不长，但却相当顺利。原因在于 MLP 机动登陆平台的出现，很大概率会让美军登陆作战发生质的变革，使离岸登陆成为可能，从而大大提高抢滩登陆的能力。咱们以首舰蒙特福特角号为例，
基础数据方面，舰长233.2米，宽约50米，吃水深度约12米，满载排水量8.3万吨，采用综合动力推进系统，最大航速每小时27.78公里。舰上可以装载172万升航空燃油，75万升的饮用水，并且仅需34名人员就能完成所有操作，可以在30天内从美国本土出发，抵达任意指定的海域执行任务。而且以每小时27.78公里的速度，它完全可以在海上连续航行40多天。舰上储存的补给物资也够它在战区不停机动1个月。至于舰上可以搭载的武器装备，那可太多了，例如多种类型的直升机、轻转旋翼战斗机、F-35B 等垂直起降战机也可以在舰上起降，可以搭载3艘 LACA 气垫登陆艇、1112名海军陆战队员以及其他武器装备100多辆轮式战车，满足多种任务需要。简单来说呢，美军在使用机动登陆平台后，装载两栖兵力、装备和物资的大型海运船将不再需要停靠港口码头，在海上就能实现船与船的对接，而后由机动登陆平台将部队和装备装载到气垫登陆艇等登陆平台，并直接投送上岸，进而实现持续性的多波次两栖突击。作战节奏得到很大加快，通过其强大的物资转载能力，将美军的运输舰、登陆舰、气垫登陆艇构成完整链条，进而实现由海到陆的持续物资输送，以其为依托，实现就近多批次反复装载和收拢集结，从而大大提高抢滩登陆能力。同时，机动登陆平台操作灵活，物资运转能力强，对陆投送任务和救灾任务也有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。而除了充当海上移动基地外呢，机动登陆平台在未来战场还能扮演多种角色，例如可变海上抢修维修站，充当海上船坞，对受损舰艇和装备实施快速修理。加装导弹发射平台也不是不可以，毕竟半潜船的船体设计在布置垂发系统上，无论是导弹发射和制导，需要考虑的相关问题都比在潜艇上容易解决一些，而且载弹量也更大。以大兵的看法，半潜船在今后的战场上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。目前半潜船发展已经呈现3种主要趋势了。首先是船体大型化，大吨位运输舰船今后仍是各国重点关注的海上装备，在作战态势及体系能确保半潜船安全的情况下，大吨位的半潜船装载甲板宽阔，有利于短时间内将更多的作战物资运送到位，投入战场。其次呢是功能多样化，作为大型运输平台，半潜船的优点功能将进一步得到拓展。通过摸清运输对象的类型、构型、运输要求，今后的军用半潜船或将有针对性的增加运输装备种类，从而运送多种超大型武器装备，例如前面提到的美军 SBX-1海基雷达。最后呢是设计模块化，目前部分国家已经将模块化纳入了半潜船基础设计中，包括船体外壳、动力、运输、燃料储存等系统。这些模块化设计一旦投入运用，将有效缩短半潜船制造周期，提高船体空间利用率，缩短战时维修时间，提升其综合性等。总之，未来的半潜船装载能力和投送能力一定会得到大幅提升，届时无论是军用和民用，它都将更加胜任海上搬运工的角色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大兵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